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，今天我又要来讲故事了。这个故事真的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去年暑假来临前，我和友人 A 和 B 注意到张贴在大学公布栏上的诡异打工招募传单，上面写着日薪8000日元，工作内容为避暑别墅的搬家作业，提供4天3夜住宿，额外补助伙食费与交通费。我在看完传单的内容之后喊道：这打工也太方便了吧。 A 听了回答：看传单的内容，住宿的地方也是这种别墅对吧？好像很轻松诶，要不要打电话问问看？住在这里的别墅里还可以赚钱，真的是超棒的诶。 B 也兴致高昂地接着附和。3个人并没有多加思考，就拨打了传单上的电话号码。电话的另一头大概是别墅管理事务所，不知道为何没有面试，也没有任何测试，就直接录取我们。或许从那时我早该察觉有什么不对劲了。我们当天清晨出发，在上午左右抵达最靠近集合地点的车站，接驳车找在一旁等候多时。负责接送的人看起来很和善，大概是40多岁的一位叔叔。前往目的地的路上，叔叔向我们说明了许多关于工作的内容。大致说明一下，工作的地方位于离别墅区有些距离的2间别墅。因为别墅开始腐朽且地理位置不佳，屋主就一直放着不管。由于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买家，而打算拆除别墅。在这之前，需要先把别墅里的东西全部移走。顺带一提，虽然每天傍晚会有箱型车来载走货物，但搬运的工作全都交给我们3个人完成。此外，箱型车每天都会带食物过来，不需要担心。2间别墅也都还有通电、煤气灶和水。虽然手机没有信号，但是别墅里面有设置电话，所以不会造成任何的不便。另外，我们可以任意使用喜欢的房间当做卧房，不过考虑到之后还要搬出去，我提议选靠近入口处的房间比较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根本等同于完全隔离的状态。即使这件事听起来非常诡异，但当时的我们却没有多想什么。抵达别墅后，我 A 和 B 3人都惊呆了。虽然有听说这是成年别墅，但眼前的别墅比预期的还要破旧荒凉。2间别墅都是大型建筑物，和一般住家差不多大小的木屋风格，但木头墙却发黑，日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和下层长着苔藓，而且庭院似乎因为放置多年而变得荒废不堪，树木有的枯萎，有的枝芽肆意生长，杂草茂密，爬墙植物遍布各处。我 A 和 B 都露出了哇的表情，迟迟待在原地没有前进。这时那个叔叔说：这个嘛，外观虽然长这样，但里面很漂亮哦，并开始介绍起位于前方建筑物的内部环境。这栋别墅似乎有先稍微整理过，进入玄关后的侧边随意摆着货架和纸箱，此外并没有其他特别引人注意的东西。我一边心想，虽然说是别墅，和一般住宅也没有差多少呢，一边听着屋内介绍和作业程序说明。接着是旁边另一栋别墅的说明，踏入玄关时就能闻到淡淡的霉味，还莫名的感受到一股阴气。叔叔毫不在意的开始说明起来，却在最后盯着还没过去的1楼走廊的深处，如此说道：那里面不用整理也没关系哦，以前因为下雨天漏水导致地板变得脆弱，进去很危险的。
里面的房间也没有重要物品，到时候会直接拆除。原来如此，美味就是这样造成的啊！整套说明结束后，叔叔递了张名片给我们，说道：“那就拜托你们啦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就回去了。第一天是从下午开始作业，从最早介绍的靠里面的别墅开始，将2楼已整理到一定程度的货物搬到1楼。傍晚时来了位和之前不同人的叔叔，让我们把货物装到箱型车上，总算完成了第一天的作业。因为我们都不想在充满霉味的这栋别墅里过夜，就选择夜宿在刚才工作过的另一间别墅的客厅。吃完晚餐，洗完澡后，累积一身疲惫的我们很快进入了梦乡。隔天我们3人一同享用早饭的时候， B 突然说出奇怪的话：“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？”奇怪的声音？ A 疑惑地问道。 B 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我昨天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听到外面传来一种不知道拖着什么声音的东西，总觉得不太舒服啊。”我想 B 肯定是想吓唬我们，于是笑着说：“你又来啦。”但 B 摆出认真的神情回答：“我没有在开玩笑，我是真的听到了。”正当我因为 B 出乎意料的回答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 A 提议道：“不然在开始工作前到这附近稍微确认一下吧。”吃完早餐后，我们决定依照 A 的提议到别墅周围散散步。虽说打算在这4周散步，但也有些地方因杂草太过茂密而被阻挡去路。不过整体下来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最后 B 也被我们用或许是听到动物的脚步声等话题安抚下来。那天我们还是待在靠内侧的别墅内整理货物，原以为至少会再花上1天左右，没想到当天我们就把别墅内所有的货物都搬出，完成搬家的作业。然而那天夜里，睡在我侧边的 B 忽然把我从梦中唤醒， B 好像连 A 也一起叫醒了。“大半夜的你在干嘛啦？” A 一脸疑惑地问道。“你们仔细听外面的声音。” B 小声地说道。我和 A 两人一边想什么鬼呀，一边竖起耳朵，听见外面传来突突突突突突突，好像在拖拉什么的声音。我和 A 面面相觑，询问 B：“ 那是什么呀？”“我哪知道啊，所以我早说了呀。” B 回嘴道。如果是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好像太过规律，说起来我根本就无法想象会发出那种声音的动物。虽然我有些害怕，却还是向 A 和 B 提议，要不要到窗户确认外面看看。 A 和 B 似乎也吓到了，却又非常在意声音的来源，于是我们3人一起移动到窗边，稍微拉开帘子向外头看去。接着我们发现另一栋别墅的玄关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移动。凭借暗淡的月光，我们无法确认那是什么生物，但能隐约地看出来大约是1米，和小孩子差不多大，一边摇晃时一边拖着黑乎乎的东西。我们谁都没有出声，死死盯着那东西，看到它拖着不知道是什么物体，伴随着悉悉嗦嗦的声音，消失在别墅的阴影中，直到完全看不见那东西的身影。甚至还过了2到3分钟之后， A 才出声说道：“那是什么鬼啊？是人吗？”我弱弱地问了一下，但 B 马上接着答：“那么小的人，是小孩子吗？小孩子会出现在这种时间还是这种深山里吗？怎么可能啊？”的确就像 B 说的，那么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要不要去确认一下？ A 提到。但我当时害怕极了，马上回他：“不，反正明天也要去整理那栋别墅，到时候再一起确认不就好了。” A 和 B 大概心里也害怕，所以我们全员通过了这个提议，硬着头皮回到被窝里去。
隔天一早，我们显然不是因为疲惫而感到脚步沉重，即便如此，还是必须去确认昨晚看到的那东西。我 A 和 B 手拿落在附近的棒子，开始战战兢兢地戳开昨晚那东西待过的草丛。一边持续这个动作，一边探索到另一栋别墅深处的草丛时，忽然感觉到棒子的尖端传来柔软的触感。我大喊 A 和 B： 喂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拔开草丛一看，那东西说是淤泥状还是什么，黏糊糊的，看不出是什么的黑色物体。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不只是这里，黑色淤泥像一个个点点一样散落在四处。沿着泥状形状的东西向前进，我们发现别墅里面的墙壁上也粘着这种泥状物体。我们继续沿着黑色泥状物前进，痕迹竟然一直延伸到了别墅走廊的地板下面，但除了黑色泥状物以外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东西。我们连地板的下面也检查了，但只有路口周围残留泥状物体，更深处的地方似乎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决定继续在这微妙的气氛中进行搬家作业。中午过后，2楼的货物已经整理到一定程度了。我正和 B 提议差不多该休息一下的时候，待在1楼的 A 呼喊我们，说道：“你们过来一下。”我和 B 往下走到1楼。A 站在之前提到因下雨天漏水而腐朽的走廊的前方，招呼我们过去。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？当 B 出声询问的时候， A 露出严肃的表情说：“我听到里面有沙沙的声音，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吧？难道是昨天看到的那生物？”我顿时感觉到一阵寒意，却无法意识到这份恐惧。不然我们去看看吧。明明就不想过去，但还是想去看一下。此时走廊深处忽然传来刷刷咚沙沙有东西在窜动的声响，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吓了一跳。应该是动物跑进去了吧？B 显然没有信心地说道，毕竟昨天才刚经历那种事，想来还是心有余悸。不过还是抱着想要上前确认让自己安心的想法，因此我们3人决定鼓起勇气继续朝微暗的走廊深处前进。地板似乎因湿气而变得非常脆弱，每走出一步就会发出令人不悦的音，而深处传来的沙沙声响丝毫没有消停的迹象。即使如此，还是拿出仅存的勇气继续前进。我们终于看到了声音的来源，是一只流着鲜血的猫。它似乎还尚存一丝气息，应该是不断来回挣扎的四脚撞到周围物品才会发出刚才的声响。我们一看到这样的景象，马上发出啊的尖叫声，连滚带爬的逃出现场，逃到别墅外面。过了一会儿才从恍惚状态中回神过来。那只猫一定已经死了吧？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？ A 先出声说道。我接着说，话说为什么那种地方会有受重伤的猫？真的好奇怪啊。总之我们再去确认一次比较好吧。 B 说。的确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，我们决定再次返回走廊深处。不过重返现场的时候，刚才的猫还待在的地方却没看见任何东西，只留下了类似血的东西，甚至流出去的鲜血都没了。虽然走廊的深处有一扇门，不过门似乎上了锁，牢牢的，我们也不认为会在那里面，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先打道回府。我们对整件事情一头雾水，且感到毛骨悚然。但是搬家作业还没结束，白天的时间也在慢慢的流逝。
我们只好赶紧排解恐惧感，开始将货物搬出。吃午饭的时候，B小声的喃喃自语道：没有面试就立即采用，待遇超级好，工作的只有我们，还没有其他人来监督，这不就是原因吗？确实是这样，没错。我们现在才发觉这份工作好像有点诡异，不然我们今天领到工资今天就回家，以后不做了。A 提到。不过我这么回他，我们的合约是4天3夜吧？如果没有做到最后一天不能领工资的话，该怎么办？而且就算告诉对方，因为有不知道是什么怪东西才辞职，你觉得这种理由行得通吗？ A 和 B 也表示，说的也是啊。总之我们3人还是决定早点完成工作，接着等箱型车来的时候再问问这是怎么回事。傍晚，想早点离开这里的我们拼死拼活的工作，第2栋别墅的货物也在那天就几乎全都搬出。等箱型车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委婉地询问驾驶的叔叔，这边是否曾经有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但叔叔似乎也是受委托才来载货，不太了解这边的事情。结果我们没有获得任何的情报，就这样迎来了最后一晚。现在想起来，既然我们当时都拿到名片了，应该马上联络对方才对呀。那天晚上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我和 A 在客厅玩的时候，刚才去洗澡的 B 突然冲出来大叫：喂，大事不妙！那声音又出现了。当时大约是晚上10点钟左右， B 说他洗好澡正在穿衣服的时候，从更衣间旁边的窗户传来听起来和昨天的声音一模一样，吓得他夺门而逃。虽然我们内心还是会感到害怕，但是好奇心最终还是战胜了恐惧。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走到别墅外，果然看见和昨天一样有一个大小约1米左右的东西在黑暗中移动。我们正打算用手电筒照看时，那东西迅速地跑进隔壁别墅里，瞬间没了踪影。朝那东西消失的方向移动的时候，发现本该上锁的别墅门不知为何被打开了。一进到屋内，原本就弥漫着霉味的建筑，此时还飘散一股类似腥臭味的奇怪味道。在诡异的气氛中，我为了打开走廊电灯而找寻开关时，注意到一件事情：玄关的侧边鞋柜上方的墙壁上，因为被花瓶挡住变成了死角，直到现在才看见上面贴着一张一眼就能辨别出的符咒。打开走廊电灯仔细调查之后，发现不只是墙上，走廊的天花板上也贴着符咒。走廊转角的深处，之前那只濒死的猫所在的地方传来门被打开的声音，接着里面开始传出仿佛拖着什么东西似的令人作恶的声音。当我们完全被恐惧支配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从走廊转角处探出头，窥视着我们。那景象令我们倒吸一口凉气。那是一尊和小孩子身形差不多大的日本人偶，正面无表情的从走廊转角处朝这边窥探着。哎，等等！我害怕的说不出完整的话来，身体不由得向后倒退。A 和 B 也同样被这骇人的景象吓得连连倒退。人偶把头缩了回去，下一秒就显露全身出现在走廊上。他的模样散发着与毛骨悚然一词完全贴切的诡异感。上半身是穿着和服的大型人偶，下半身却埋在类似黏糊糊的漆黑淤泥的污体中，看起来像拖着什么东西，样子是黏糊糊状的黑色物体的后段部分。那类似漆黑淤泥状的物体正是我们在白天看到的黑色物体。
人偶仍持续朝我们这边前进啊！随着靠近我们的同时，传来阵阵刺鼻的腥臭味。我们不断地向后倒退，甚至已经退到了玄关外头。那时我注意到某件不寻常的事。我想当时只是因为内心的不安而无法仔细听清楚，这尊人偶在一边唱着什么歌，一边朝我们靠近。竖起耳朵听听，好像在唱着童谣的手菊歌，但再更仔细聆听的话，听起来又像佛经一样，一边唱着奇异而又令人不寒而栗的词语，一边朝这里靠近。尽管在非常近的距离里听到歌曲，却不知为何听不懂歌词的内容。当我们退到道路的附近时，B 大叫：“喂，糟糕了！”催促我和 A 看向森林那边。我和 A 朝森林方向看去，四处的灌木正呈沙沙地混动着，似乎有很多东西在往这里靠近，而且数量还在逐渐增加。此外，混合在沙沙作响的声音里，悠悠传出和人偶唱同样一样歌词的歌曲。我大声地向 A 和 B 喊道：“不好了，快逃！”马上用尽全身力气跑出道路外。我们就这样竭尽全力跑到上气不接下气，大概跑了1公里左右。累坏的 A 叫住我们：“等一下！”整个人直接瘫坐在地上。A 气喘吁吁地问道：“我们虽然逃出来了，但怎么办呀？我们的行李还在里面呢。”然后 B 也接着说：“什么都不知道就逃出来了，之后该怎么办？”可是你们之后还想回去吗？我询问了2人，他们沉默地摇了摇头。忽然 B 脸色铁青地大叫：“那些东西追过来了！”其实我们早已精疲力尽，却也不能待在这里，于是再度尽全力奔跑在漆黑的山路上。之后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终于抵达了看起来像是乘车服务站的地方。当然这时间服务站也不可能还开着，即使如此还是稍微松了口气。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手机，发现信号终于来了。我赶紧拨打之前拿到名片上的电话号码，但这时间点果然无法和对方联系上。此时 A 拿出自己的电话拨打到某个地方， A 透过电话和对方交谈着什么。过了一段时间， A 有气无力地和对方说道：“总之请快点过来。”我问了 A 刚才和谁打电话，好像是打到警察局那边。之后又过了30分钟，当我们一边害怕那尊人偶会不会追过来，会不会又听到那个歌声而提心吊胆着，一边等待警察过来时，伴随着闪烁灯的巡逻车终于来了。看到巡逻车的当下，在思考等一下要如何解释事情的经过之前，我先松了口气，当场全身无力地瘫软在地，感觉好像完全解开心中绷紧已久的弦。我们坐上巡逻车，暂时被送到附近的商务旅馆安置。途中大略和警方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，想当然对方完全不信。最后这件事就以是我们看错了而简单带过。我们在旅馆前下车，和警方道谢并目送对方离开后，我们才注意到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：钱包，我们的钱包还放在别墅里。最后我们只好露宿在附近的公园，直到隔天的太阳升起。隔天一早，我便拨打名片上的号码，忍着怒火告知对方事情发生的经过。第一天来车站迎接我们的叔叔透着沉重的脸色，急急忙忙地赶来公园迎接我们。叔叔在开车途中一个劲地不断道歉：“真的很抱歉呐，我应该要先把那边的情况告诉你们才对。总之到了事务所，我会把全部都告诉你们的。”现场气氛令我们有些尴尬，想发火也发不出来了。抵达事务所后，好像有人先去帮我们拿行李，大约20分钟后会将行李送回来这边。接着叔叔开始娓娓道来，说明事情的缘由。该说是和我预料中的一样还是什么才好。
那2间别墅似乎是因为有日本人偶出没，才成为被屋主放置的物件。于是屋主决定把别墅拆除，却在开始搬运货物的过程中，接连发生各种诡异现象，而且传言还在当地传了开来，附近的人也变得不愿意待在那里工作。这是发生在1年前的事情。为此事感到困扰的屋主和附近的寺庙讨论后，花了一笔不小的金额请对方帮忙除灵，以为事情都已经处理完毕，便找我们大学发布招聘广告。这就是完全上钩的我们。根据叔叔说的转述，原本似乎是无论白天或黑夜都会目击诡异现象和人偶。由于除灵之后，白天去别墅那边再也没发生任何事情，就草率认为没有问题了，结果就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。真的很抱歉，我会付4天的工资，交通费也现在就给你们。由于叔叔表现出非常低姿态的态度，让我们有些出乎意料，连想发火的心情都没有。拿到4天工资和回程的交通费后，就回家了。最后在离开之前，我问了叔叔一个问题：叔叔，那个人偶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叔叔这样跟我说：谁知道呢？